中国官老爷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好戏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片显示，中国在库布齐沙漠搞了个光伏长城，把沙漠变成了光电海洋。听起来挺唬人的，但我今天就给大家扒一扒，这光伏长城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。你们看 NASA 发布的卫星图像，2017年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沙漠，到2024年底，一半以上的区域被太阳能板覆盖了。官方宣称这是什么光伏长城计划，要建一条长400公里、宽5公里的太阳能带，号称到2030年完工后，装机容量能达到100千兆瓦，够给北京供电用了。这个数字听着震撼吧？但咱们来算个账，按照全球能源监测组织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6月，中国太阳能发电的装机总量是 38.6875 万兆瓦，占全球总量 51%。看着好像很牛啊，比第二名的美国 7.9364 万兆瓦高出好几倍。但是啊，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2017年到2023年期间，中国每年新增太阳能发电4万兆瓦，美国才8100兆瓦。可结果呢，就是产能严重过剩，企业亏得连裤衩都不剩了。咱们来看看这些光伏企业现在有多惨。就在今年1月份，A 股和港股的上市公司纷纷公布2024年业绩预告，结果仅仅9家光伏企业一年就亏了将近360个亿。最惨的要数曾经的光伏毛容积绿能，预计2024年净亏损高达82亿到88亿元。这可是人家自从2013年以来第一次年度亏损啊！紧随其后的通威股份也好不到哪去，预计亏损70亿到75亿元，这还是人家上市23年来头一遭。还有什么硅料4大金刚之称的新特能源和大全能源，一个预计亏损38亿到41亿元，一个预计亏损26亿到31亿元。就连被誉为 Topcon 一哥的金科能源，虽说勉强保住了盈利，但你猜怎么着？预计净利润才可怜巴巴的8000万到 1.2 亿元，比去年暴跌了 98% 以上。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中国这些官老爷总想着搞大项目创纪录，结果搞得产能严重过剩。光是在库布齐沙漠里那个骏马电站，就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图形电站，每年能发20亿度电，够30到40万人用1年的。好家伙，这下可好，供过于求，整个产业链的价格都跌成狗了。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，2024年多晶硅价格跌了超过 35%， 硅片价格更是暴跌超过 45%， 就连电池片和组件价格也跌了超过 25%。 这价格都跌到什么程度了？都跌破现金成本线了，这不是在割肉是什么？大家想想啊，一边是政府在那儿大张旗鼓的搞什么光伏长城，一边是光伏企业亏得裤衩都快当了。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的场景，那会儿不也是到处都在喊着要超英赶美吗？结果呢，搞得一地鸡毛。但是这还不是最讽刺的，最讽刺的是，中国这些光伏企业现在都成了卖菜的了，卖得越多，亏得越多。你看海关总署的数据就知道了，2024年12月，中国出口太阳能电池 8.2 亿个，同比增长了 82.8%， 可出口金额才 19.58 亿美元，反而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16%。全年的数据更惨，出口量增长 38.2%， 但出口金额却下跌了 30%。这不就跟咱们老百姓买菜一样吗？菜贩子天天喊着多卖不挣钱，少卖又不行。现在这些光伏企业就是这样，产能都建了，设备都买了，不生产不行啊，可是生产出来又卖不上价。说到这儿啊，大家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今天我就给大家分析分析，这背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首先，
咱们得说说产能过剩的问题有多严重。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名誉理事长王博华在去年12月的一个论坛上透露了一组数据：2024年前3季度，光伏制造端的产值暴跌了 44.7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蒸发了超过5700亿。在121家上市的光伏企业中，39家已经亏损了，而且头部企业亏得最惨。这次的行业动荡造成的亏损规模比以往的3次行业波动都要严重。什么3次波动？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2012年的双反制裁，2018年的行业政策调整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现在这些光伏企业面临的困境才叫真正的寒冬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说白了就是地方政府盲目上项目，企业疯狂扩张产能。大家想啊，一个地方官员他最关心什么？ GDP 啊，光伏项目投资大，见效快，最适合拉动 GDP 了。所以你看，哪个地方不再搞光伏产业园？哪个地方不再喊着要打造光伏之都？结果怎么样？就拿多晶硅来说吧，以前主要在新疆生产，为什么？因为那边煤炭资源丰富，发电成本低。可现在呢，内地一堆省份也跟着上马多晶硅项目，生怕赶不上这趟车。大家都在投，产能自然就过剩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现在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双重挑战。一方面是美国的制裁，美国以人权问题为由，禁止进口新疆的光伏产品，欧盟那边也跟着起哄。这一下可好，原本优势最大的新疆产能，现在反而成了包袱。另一方面是国际竞争加剧。你以为只有中国在大搞光伏吗？印度现在也在大力发展光伏产业，而且人家有自己的优势，劳动力成本更低。更别说欧美国家，虽然产能比不上中国，但人家有技术优势，产品附加值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国的光伏企业除了埋头拼价格，还能怎么办？就拿隆基绿能来说吧，人家好歹还是个龙头企业，结果2024年不得不计提了巨额资产减值准备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承认之前投资的设备现在贬值了，不值钱了。再看看通威股份，这可是一家有42年历史的企业，从来没亏过钱。可2024年不仅亏了70多亿，还得报废价值10个亿的长期资产。你说这得多心疼？这些设备买来的时候，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！而且更悲剧的是，这些企业现在想转型都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前几年大家都在拼命投资扩产，买设备、建厂房，这些都是固定资产。现在产能过剩了，这些设备总不能说扔就扔吧？每个月的折旧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亏损企业在解释业绩的时候，都用了一个词叫供需错配。这话说得多文雅呀，其实用大白话说就是产的太多，卖不动了。可问题是，都知道产能过剩了，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？因为这就是个死循环，设备都买了，不生产就得完全停产，员工就得裁掉。可是，一旦完全停产，以后想重启就更难了。所以现在这些企业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生产，用更低的价格去抢市场，结果就是整个行业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深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多光伏企业都快要亏成麻花了，中国的光伏长城计划还能继续下去吗？我给大家算个更细的账。咱们先看看库布齐沙漠这个项目。政府说这个工程要建400公里长，5公里宽，装机容量要达到100千兆瓦。听着挺吓人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且慢，让我们算算这要投入多少钱。按照目前的造价，1000兆瓦的光伏电站投资至少需要40亿，那100千兆瓦就是4000亿。可是现在光伏企业一年就亏了360亿，你觉得他们还有钱继续投资吗？而且啊，这还只是投资的问题。
更大的问题是，这些光伏电站建起来以后，产出的电能要卖给谁？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现象：弃光限电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太阳能发了电，但是电网消纳不了，只能白白浪费掉。有意思的是，政府说这个项目还能帮助沙漠绿化。他们说太阳能板能防止沙丘移动，减缓风速，底下还能种草。我就想问问，这些光伏企业都快要喝西北风了，他们哪还有心思管什么沙漠绿化？再说个更现实的问题，据平安证券的分析，目前光伏产品的库存消化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。多晶硅、硅片、电池片这些产品的库存都在高位。你想啊，产品卖不出去，库存越积越多，企业的现金流不就更紧张了吗？现在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这些亏损企业还在继续扩张产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只要规模够大，就能降低成本。可问题是，你扩产能需要钱啊，现在银行都不敢给光伏企业贷款了，因为都怕这些企业还不上钱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，赔本赚吆喝。但是现在的情况比这更糟，是赔本还得继续干。按照资本市场的说法，这叫倒在黎明前。可问题是，这个黎明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来？有分析师说，要等到2025年下半年，市场才可能开始好转。可是等得起吗？就拿隆基绿能来说，他手上的现金流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都是个问题。更别说那些中小企业了，人家连年底都不一定能熬得过去。更要命的是，现在国际市场的环境也不太妙。美国那边不仅禁止新疆产品进口，还在搞通胀削减法案，给本土企业发补贴。欧盟也在收紧光伏产品的准入门槛。这不就等于把中国光伏企业的后路给掐死了吗？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事儿最逗的是什么？现在这些光伏企业的市值蒸发的比他们的实际亏损还要多。就拿隆基绿能来说，它预计亏损80多亿，但是它的市值从最高点到现在蒸发了多少？将近2000亿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对光伏行业的未来一点信心都没有。所以啊，虽然政府现在还在大张旗鼓的搞什么光伏长城，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悬。当然了，政府肯定不会承认这个项目失败，他们会说这是阵痛期，是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。可是我想问问，这些亏损的光伏企业，他们的员工工资发得出来吗？他们的贷款还得上吗？这让我想起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。那会儿全球光伏行业就经历过一次大洗牌，很多企业都倒闭了，活下来的企业也是伤痕累累。现在看来，历史可能要重演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其实现在最尴尬的是谁？是那些地方政府。前几年他们使劲忽悠企业来投资建厂，现在企业都快要破产了，他们该怎么交代？而且那些银行贷款很多都是有地方政府背书的。这些光伏企业要是还不上钱，最后不还得政府兜底？所以啊，这个光伏长城计划表面上是一个新能源项目，实际上却暴露了中国在产业发展上的诸多问题。盲目追求规模，不计成本的扩张，最后吃亏的还是企业和老百姓。